我儿难得在家吃饭，云溪啊，这都是你二姨啊特意给你做的，多吃点儿。想来你是近日公务繁忙，三餐不定吧？看看都瘦了。老母亲挂心了。若不想让我们担心啊，便趁早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伺候着。母亲知道你一心扑在公务，无心情爱，可男大当婚，成家立业方是正理。何况我们与庄家的姻亲早已定下，若迟迟不肯完婚，恐怕让人误以为我们故意推拒，于理总是不合。是啊，那个庄家大姐雨晴虽为庶女，但是从小呢便养在祖母身边，那个性子啊真的是温柔娴静，你俩郎才女貌，不失为一桩好姻缘呐。你二姨说的对。云溪啊，不是二姨说你，你真的应该好好体谅一下你的父母。当年老爷他们将你收养在名下，除了心底善良、救苦救难之外，也是因为膝下无子，想要为咱们傅家延续香火。现在他们年事已高，你说不指望你，他俩还能指望谁呢？儿子惭愧，是我思虑不周。快别听你二姨胡说，我与你父亲当年确有此意，却至多只有20%，剩余的80%都是希望你这一生能够平安喜乐，能得知心人陪伴，能有儿女后代照拂。不然我和你父亲都100年之后，留你一人在这世上孤苦伶仃，我又岂能瞑目呢？我只恐误了庄家妹妹啊。我儿放心，雨晴早已点头，就等你松口了。别喝，雨晴。来人呐！雨晴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云溪早日揪出毒害你的凶手。害死雨晴之人，其实是我。那壶毒酒是贼人为我备下的。云溪，雨晴性子纯良，自小养在深闺，而我专司大理寺，断的是地狱阴魂之案，沾的是魑魅魍魉之血，每日在阴谋诡计、居心叵测之中求生。我早该料到有今天。我儿惩凶除恶，日夜风霜劳碌，到头来竟然连一家和美团圆的寻常生活都过不了了。和美团圆。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，1年之内，我助你成为京城第1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你迈入京城的第1日，我们第1次会面，
我便能嗅到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它绝不是属于小家碧玉、深闺小姐。无论你装得多么柔弱纯良，无论你能骗过多少人，但你骗不过我。只是那一眼，我便能察觉，或许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庄家陈年恩怨繁杂，后院家眷关系更是微妙，你庄寒燕却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，应对自如。我命人将那张字条藏于蜡烛之中，虽语言不详，你亦十分敏锐，察觉其中所指，确实是个聪慧之人。我一次次向你示好，蛊惑，想要从你口中探取儋州凶案的真相与秘密，你却始终不肯轻信于我，这般谨小慎微，更是十分难得。后来柴进顶罪被捕一事，我亦从中验察。你虽行事狠辣决绝，却是一个极看重情义之人。而庄家落难一事，你临危不惧，力挽狂澜，背尸救家，为达目的，更是想要出手杀我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皆已验证你庄寒燕确实有保家之能。姐夫求娶正妻，不求温婉贤淑，却求我这般身负命案，放肆出格之人，当真是古今罕见。我做这些，并不是要寻一位正妻，而是要寻一位同盟伙伴。多谢姐夫赏识，但你傅少卿手眼通天，何必如此处心积虑，谋求我一位弱女子做你的同盟？这些年来，我因大理寺公务，在京中得罪了不少人，想要取我性命之人更是数不胜数。这般危机四伏、暗藏杀机、刀尖舔血的日子，每一觉睡下去，皆不知能否再见明日朝阳。只是家中寡母年迈，阿芝尚幼，我不能不为他们做打算。你想牺牲一个女子的一生，来为你保家？我跟你说的这些，并非要求，而是交易。此事我也却筹谋许久，但你上元登宴那一番话，才让我下定决心，正式向你提起此事。你若有心嫁人，相夫教子，相伴一生，那一纸婚约便不再作数。从此往后，我不会再为难于你，你我二人也再无瓜葛。但你若愿意嫁入傅家，与我结为夫妻，我不会要你的清白之身，但我可以做你的登高之石、攀云之梯，用我的权力和能力，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再将你捧上高位。庄寒燕，这是一场交易，你我各取所需，但答应与否全凭你自行决断，我绝不强求。你若再不开口，我便当你是拒绝了。所以你做这一切，都有明确的目的。也是，这样才符合你傅少卿一贯的作风。夜已深了，姐夫暂且回吧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，但这份坦诚和我的预期背道而驰。难道他所筹谋的这一切，全然是因为看中我的能力，从未暗藏一丝真心爱吗？若做同盟伙伴，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？
小姐，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谭大人，我送你。哎，三小姐，方才我看庄夫人满身的淤伤，几乎无处下针，想来定是每日苦练行路所致，还请三小姐多加照看，让她切莫太为难了自己。多谢谭大人提醒。我本该开一些盐湖索，帮助活血化瘀、利气止痛的，可此药近来京中缺货，请三小姐再去各家药铺问问，看是否还有剩余。是，韩燕知道了。若实在寻不到，就去找傅大人讨要一些。他医院仅剩的，方才都被他取走了。傅云溪，不知他受了什么伤？还是顺平王吴有志的案子。傅大人刑讯失守，错杀了皇亲，不但被革了职，还在永定门受了杖刑。若不是他当场昏死过去，被抬到了太医院，我还真没工夫管那等闲事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大概就是上元节那几日。你背上有伤？小伤无妨。怎么了？您可知他在何处医治？南山医馆。这伤口深可见骨，若不再仔细着照护，怕是要生疮疡了。吴大夫，您快好生劝劝我家大人吧，整日东奔西走的，全然不把这个伤当回事。傅大人，要是再多挨几棍，恐怕就有性命危险了。家中既有老母幼女，但是为了他们，也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。医者仁心，多谢吴大夫。不必客气，纱布不够了，我再去取一些来。傅大人稍后。好。大人，这里有穿堂风，别受凉了。来，您坐这边。来，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以往在大人眼里，世上顶顶重要的只有阿芝和伯母，可现如今呢，为了一心救我们的庄家三小姐，您却把自身亲眷都抛到脑后去了。事出从权，正因我真实之情，才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。那您倒是和人家说呀，他从庄家户籍除名一事，不还是您暗中帮他的吗？莫要胡说，是他母亲做的，我晚了一步。有什么分别吗？总之，您从没想过害他，还把后路给他想好了。对了，还有，您知道，一旦吴有志的尸首被发现，除了要被革职之外，您还要遭受如此杖刑，却还是躲在竹林里，眼睁睁看着三小姐把尸首挖走带入京城，自己呢，却默默承受了所有罪责。大人，您真是个情种。你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割了你舌头。我胡说什么了？您做了这么多，却就是不长嘴，全然不让三小姐知道，还说是为了保家才要求亲，那人家当然拒绝你了，说不定还觉得您是图谋不轨呢。此前为查义子一案，我确实险些害了他家眷，他恨我疑我都是理所应当。若我将此事告知于他，
反倒像是高高在上，逼迫他回报一般。这并非我心之所愿。嫁与不嫁，都应该让他遵从本心。更何况，我确实有所图谋，才向他提出了求娶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如此的出生入死，百般庇护，真的只是因为图谋？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动了真情吗？嗯？我当你默认了啊！哎呀，都娶过一回老婆了，有什么可害臊的吗？滚出去！行了，被我说中了。哎，大人息怒，小的先回大理寺了啊！双眼命中注定的缘，我寻遍这个冬天，为求一枝孤雁，画得出你的眉眼，却参不透你的蜜语真言。握紧了只愿的线，无法逆飞远。风雪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烟，终究是我落入了为你设下的陷。真心在于欺骗，难难遇见，如何言说无情与谎言？母亲，陈嬷嬷他们呢？哎，别过来！我可以站起来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我再试试，我可以的。母亲，母亲，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他怎么使不上劲儿？他怎么跟死了一样？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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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勿动怒。你方才失了拐杖，还能站立片刻，便已是大有进展。这般沉疴速疾，你总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寒烟，我这双腿如果治不好，没有如果。谭大人说，大病医心。母亲可曾想过，你这双腿沉重难行，除了病痛以外，是否也是因为他们脱产着太多愤怒，太多仇恨？你越要强，越急功近利，便越寸步难行。你听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母亲，我背你回去。好。为何亲手推我离去，爱都成恨意。其实你是我
幼时学步，你也曾摔疼过吧？早就忘了。那时我没能陪在你身侧，现在又要你陪我重新学走路。我们母女错过太多，但未来还有许多时间和机会，让我们慢慢弥补从前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时间的缘都太浅，我愿你此生无挂牵，我愿你一生都如愿。只愿有线，谁来牵？留下的遗憾，谁来圆？也难免。我好想在梦里看见你笑颜。你听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你明知至情，伤我最轻易，却落下没声音，心满最崎岖。为何亲手推我离去，爱独生恨意。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别怨我无情，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激情，恨如情，此生只母亲，这也算是你教过我走路了。主母，主母，您能行路了，是，恭喜主母。您蜷坐轮椅17年，不日便要痊愈了。这么晚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若我真的日后能够痊愈，就由我来为你端茶送水。主母说笑了，老奴愿意伺候您一辈子。我好想在梦里看见共如眠，此刻你就在我身边，看明月。太阳真好。从未见过母亲如此开怀。我自知谭大人医术高明，但我双腿残废已是定局，不想今日真的见了成效。那母亲下一步如何打算？韩言，若我能够放下那些陈年旧怨，你也可以吗？苗贵妃说我失而复得，重获新生。谭大人命我卸下心中愁火，宇文先生要我离京隐居。你也曾经说过，我这双腿若能痊愈，无异于重活一世。还有那段少年时的情感，20年前，我也因为庄世阳错过一次。若今日再为他错过第2次，那才是为他糟蹋了我的一生。或许那些前世旧怨，
真的不该再追究了。母亲决定要走。20年前，我是从庄家大门光明正大嫁进来的，如今既要离开，我也不想避人耳目，逃之夭夭。我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，我要与他和离。只怕父亲不会轻易签下这份和离书。我若拿不到和离书，即便是离开庄府，这一辈子也是庄世阳的妻子。我讨厌这个恶心的名字，我要与他断得干干净净，彻彻底底。母亲，此事交由我来办吧。我自会与他商议，你不必出面。且让女儿一试。您现在只管安心休养身体，早日痊愈为重。你可是有什么法子？攻敌宜攻其要害，莫非母亲忘了父亲最怕的是什么？无非是一子一事。母亲不必担心，女儿不会贸然行事。待与傅云熙商议之后，再行筹谋设局。其实我也一直想追问你，傅云熙既然已经挑明心意，那你有何打算呀？若我说我想留下来呢？你有意嫁他？对我来说，他至少是个不错的盟友。韩言，你说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是什么？喜欢？真爱？不，是信任。人生多苦难，多坎坷。婚嫁前，你的人生盟友是父母；婚嫁后，你的人生盟友便是丈夫。傅云熙是那个你足以能够信任的人吗？我愿意信他一次。韩言，此前我鼓励你追求爱情，但今日我也要给你提个醒。在世人眼中，贤妻良母是对我们女子最大的褒奖，但你要爱自己，选择做自己，再做一个好妻子，一个好母亲。我尽心竭力一只双腿，就是为了追寻自己的人生。无论你今后婚嫁何人，我都希望你不要倚仗他人而活，为了他人而活。女儿谨记母亲教诲。不出2日，三小姐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啊？傅云熙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对你从无恶意。但你还有秘密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即便是寻常夫妻，亦少有彻底坦诚。若我答应嫁你，你是否能答应我2个条件？请说。第一个条件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求你主动坦诚以待，但若我心中存疑向你发问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不可瞒我，必须如实作答。你能做到吗？我答应你。第2个条件，我要一封和离书。我母亲已决意放下旧约，从此离京隐居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让庄世阳签下和离书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此前言之凿凿，庄世阳乃陪党义子，我要尽快拿到此事实证。
令尊藏巧于拙，工于心计。若如此轻易便能拿到实证，我早将他捉拿下狱了。我自知此事不易，所以才需要你傅少卿与我共谋此事。虽实证难求，但若能让他当面自认，或许可以作为制衡他的把柄，让他签下和离书。你有办法？你可知当初我为何认定庄世阳极有可能就是裴党义子？此前我问过你，你并未如实相告。儋州商会会长口供说，前年6月曾在儋州夜会那义子一面，而我回京之后，探查了那12名义南官员前年行踪，包括我的王府，其中11人皆未出京，只有庄世阳在那段时间称病不出，行踪难定。行踪难定，也就是说，仍无确切证据。还有一件事，多年之前，我曾受裴大夫邀请，去往他家赴宴。那日席间，有一道义南名菜，名曰福寿全，食材汇聚海陆之珍，烹饪更是颇费功夫，味道自然也是鲜美独特。去年初秋，庄府家宴，我竟再次尝到那个味道。我凭着模糊记忆分辨，只觉得与裴大夫千岁宴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当时我只是心生疑窦，难道向来与世无争的庄世阳，也与裴大夫暗中有所牵扯？而儋州之行则让我越发确定，深藏在迷雾之中的裴党义子，就是庄世阳。原来如此。那道福寿全工序繁琐，非最新烹饪之人无法上手。我也曾担心错无好人，事后尝遍京城酒楼，可即使有人能做出相同的菜品，但味道却各不相同。你可曾喝过金华酒？自然喝过。那道福寿全之中，是否有几分金华酒的味道？如此说来，确有此味。你是如何知道？我在儋州时曾听闻，福寿全的诀窍在于以陈酒抚味，而入京归家之后，发觉父亲做菜好用自酿金华酒。想来正因如此，这味道才独一无二，也让你察觉了线索。看来确实如此。所以你想用这道菜来调他出来？此事不易，但你我里应外合，或可一试。老爷，如烟，这道菜从何而来？老爷，这不是你拿手绝活吗？我今日并未下厨啊。父亲，都出去吧。老爷，出去。是。老爷，您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妾身伺候您穿衣服吧。啊，无妨无妨，你先歇歇。
老爷，这怎么了？这哪儿来的太监衣衫？老爷恕罪，妾身也不知道啊。这今夜子时就地重访，拜见千岁。老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乱动什么？老爷恕罪，老奴方才只是在分菜，但没想到下去，下去。是。这大冷天的，非叫我老婆子来喂这畜生，真是比人都金贵。吃吧，吃吧。谁在那儿？快来人呐！有刺客！大人饶命，我就是个粗使婆子，不是主家。你去转告庄世阳，故人求见。故人，此事隐秘，勿有声张。速去。庄大人，许久不见，敢问阁下是？黄参议，庄大人莫怕，老夫并非冤魂。你不是被傅云熙给杀了吗？许多人都瞧见了。眼见未必为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是今日才知晓，裴掌印那位神出鬼没、身份神秘的亲信义子，竟然是庄大人你。你这只老狐狸隐藏的可够深的呀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庄大人不用再言，老夫今夜是奉了裴掌印之命而来，召你前往老地方会面。什么老地方、新地方？你究竟是人是鬼？说什么鬼话？看来庄大人还是小瞧了裴掌印。他老人家在狱中畏罪自尽，乃金蝉脱壳之法，实属掩人耳目罢了。更何况裴掌印乃千岁之躯，只怕是你我都入了土，他老人家依然可以绝硕而活。你个裴当余孽，莫在这胡说！3日之后，裴掌印便会前往南阳避世。今夜命你就地重聚，是为拿取你代为掌管的钱财。话我是带到了，你若还是不信，那只有裴掌印亲自来请了。庄大人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43经，平安无事，风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庄大人，姑爷，韩燕，今夜大理寺少卿办案，不论血缘亲疏，只论善恶对错。父亲，此前母亲对你的指认，
傅大人对你的指认，我始终半信半疑。若非今夜诱你此地赴约，我险些也要被你骗过去了。你这身装模作样的本领，不去梨园唱大戏，当真是可惜了。跟我回家，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你还有什么弥天大谎不能在这里说？庄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还在演戏？你再说那知识，那咱庄家就真要大难临头了，你也不为你母亲着想吗？我正是为我母亲想，才费心设下此局。父亲既已中计现身，那便快快招认吧。那裴党义子，是否就是你？皇参议只说今夜就地重聚，你却能寻到这偏僻破庙之中，你不是义子，还能是谁呀？我是寻到这偏僻破庙，而你们不也早已等在此地？皇参议是你们请来的吧？他口口声声说裴掌印3日后要去南阳，裴掌印要亲索财物，他说谎。裴掌印早已死了。为何庄大人如此断定？裴大福必死无疑，再无生还可能。裴大福狂妄自大，惜命如金。他在诏狱畏罪自尽，只是对外的说辞而已。他真正死因是常年服食慢性毒药，身体早被腐蚀，这才暴死狱中。此事十分隐秘，并无几人知晓。难道这毒也是庄大人你亲自下的？你既然知道裴大夫绝不可能活着，今夜又为何前来？韩言，我是为了你呀，跟我回去，什么我都可以跟你说。你莫要帮着狼子野心的人，这会害了我们，害了你母亲，害了全家。跟我回去。傅大人，你步步紧逼，与你何意？我虽暂时卸职，但终究乃大理寺少卿，缉拿裴党归案一直是我分内之事。你是为了私吞裴掌印财产？如此说来，你终于承认你就是裴大福义子。私吞财产？不然呢？傅大人，你何必非要害我？你也放过韩燕吧，你何苦让他涉险入局？我今夜干尸诱儿冒险前来，就是为了救我的女儿，请你莫要再离间我们父女之情。庄大人这操纵人心的把戏，果真是炉火纯青啊！傅大人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裴掌印一死，你我都曾身不由己，如今又何苦为难彼此？今夜我来向你求和，只要你愿意偃旗息鼓，我们便相安无事，实在不必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。鱼死网破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傅云熙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傻丫头，他太多事情瞒着你。京中盛传，傅少卿颇有城府，工于心计，绝非浪得虚名。他利用你接近庄家，暗中调查我，目的就是为了私吞财产。左行长倒台后，圣上下令彻查裴党余孽，想必你也日日担惊受怕，夜不能寐。你口口声声还要救出义子，实际上你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啊！难道你也与裴大夫有所牵连？岂止是有所牵连？京中这番胡闹是傅大人贼喊捉贼。我把话说明了，我确是裴大夫义子，我虽帮他保管财产，可我从未害人。你若不是这般紧逼，我不会猜出你是谁。有哪条律法规定裴大夫只能收1个义子？原来左行长余孽裴党义子也是你傅云熙。
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发问，你便如实相告。那你告诉我，裴党义子到底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